当机会来临时，你会选择放弃原本的计划吗？离开澳洲农村小镇 Bowen 之后，原本计划在澳洲的荒野中露营，当2个月的营士进入僧侣模式，没有房租，没有工作，没有社交，只有我一顶帐篷，还有我想完成的目标。直到一封信的出现，完全地打乱了我的计划。不过在讲这封信之前，我得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想过这种隐士的生活。其实在离开 Bowen 之前，我跟德国室友聊天的时候，他就跟我分享一种生活方式，就是长期的露营加上 road trip 的这种流浪生活。我一听到就马上觉得这超适合我的。1-2个月的时间，你不用付很昂贵的房租，也不用处理人际关系，就这样一个人专注在自己的目标上。对于很多事情想要完成的我来说，再适合不过了。其实我之前就体验过这种状态。去年底我还在台湾的时候，我曾经花4个月的时间，每天就是到咖啡厅读数学，然后读完就回家。那种全心专注在一件事情上的感觉，我非常的享受。那过去4个月，我被农场占据大部分的时间嘛，那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。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再次进入那种极致的专注状态，于是我就开始准备离开 Bowen。我把车子修好，打包好行李，准备开始我的露营流浪生活。搬离了我只住了差不多1个月的房子之后，我先在 Bowen 的 Karen Park 住了3天，慢慢先适应这种露营的生活。没有冰箱，没有电，我只能靠之前买的吸带式电源过活。电用完了，我就得开车去图书馆或是麦当劳充电。食物的话，蛋白质的部分就靠鲔鱼罐头还有鸡蛋。淀粉呢，就是靠白饭跟意大利面，这些都是不用冰箱就可以长期保存的东西。说真的，虽然蛮克难的，但是这种自给自足的感觉，我还蛮喜欢的。Was it during those 6 weeks that you started to have this idea? No, I've always had a bit of an adventurous spirit, I guess. 3天之后，我往北开了200多公里，到了一个叫 Townsville 的小城市。我喜欢在一个地方多停留几天的感觉，中间也可以完成一些工作，所以通常到一个营地呢，我就会住个2-3晚，然后不赶行程。这种步调让我感觉到蛮舒服的，很放松。然后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，我在 Townsville 的第2个晚上，我收到了一封意料之外的 email。其实，在几个月前，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布里斯本的社交活动，他在招募主持人。当时我就想说，这个是一个大量社交，然后认识陌生人的好机会，所以我就顺手申请了一下。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回复，所以我早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没想到今天晚上我居然收到回信，他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参加。那说实话，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是有点兴奋的，这是一个挑战自己的好机会嘛，能够接触到更多不同背景的陌生人，然后也可以练习主持的能力，拓展社交圈，这些都是我非常想要锻炼的能力。但问题是，如果我现在接受的话，就代表我得放弃我现在僧侣模式的计划，马上就赶回布里斯本。我才刚开始享受这种僧侣模式的专注状态。我原本是打算这样子露营1-2个月，专心完成我自媒体跟软体开发的工作。结果现在这个计划才刚要开始，就要中断了嘛。我在帐篷里面想了很久，一方面我觉得这种主持人的机会不是随便就有的，错过可能就没有了。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，我好不容易找到这种能够很专注的状态，完成我累积很多的这种作业，现在就直接中断放弃，还是有点可惜。但最后我还是决定接受了。我告诉自己，机会来了就接吧，反正计划本来就是用来被打乱的。决定之后呢，我就准备开始南下了。接下来的7天，我从 Townsville 一路往南开1000多公里，慢慢往布里斯本移动。
我并没有事先的规划好路线，那有时候也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几天，然后顺便去附近的景点晃晃，因为我有1个礼拜的时间。那其实我还蛮喜欢这样走走停停的感觉，没有计划要赶，想停就停，想走就走。我就直接这样装进来。在布里斯本之前的最后一站，我在一个叫 Crow's Nest 的山中营地停留了3天。我想说，至少让我再多享受一下这种僧侣模式的生活吧。于是我在那边的3天，我就完成了不少工作。这种可以专心的感觉真的很棒。但是时间到了，我还是得继续上路。10月24号，我回到了布里斯本。这条街是我5个月前刚来澳洲的时候居住的青年旅馆那条街。各位，我回到新手村了。现在我身后就是我刚来到澳洲第一个住的旅馆。那我现在虽然不是住这间，但是这边青年旅馆几乎都在同一条街上，所以不过现在的我跟5个月前的我已经完全不同了。当初的我是人生第一次踏上澳洲这块土地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什么对我来说都很新奇。而过去这5个月，我认识了很多人，体验了2份工作，也被开除过1次。我也尝试了独自一人的搭帐篷流浪生活好几个礼拜。现在我再次踏上同一条街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但是感动归感动，回到城市之后，现实的问题马上就出现。首先，我去参加了那个让我专程跑回来的活动，结果呢，我参加过后的感想是普普通通。这个活动的主办人基本上他是住在其他城市的，所以他是没有对这个活动有任何的管理的，他只是在网络上的平台建立了这个活动，然后收取门票钱，所以他本人是完全不在这边的。那这个活动没有规划任何的流程，就是让来的人自己在那边随机聊天，也没有任何的主题。那刚好呢，我去的第一次，因为来的其他人他们文化圈比较接近，他们就自己形成一个圈子在聊天，然后我在旁边就感觉不太能融入，他们聊的东西我也没有太大的兴趣，整体这个感觉就有点漫无目的。这个让我开始感觉，我真的要为了这个活动留在布里斯本吗？还是我该回到原本的计划，我再去找个便宜的地方继续我的僧侣模式，然后再往南去墨尔本，因为那边其实是我比较有兴趣的一个城市，所以我专程为了这个机会放弃了原本的计划，来到布里斯本。结果现在我却开始犹豫了。与此同时，城市的压力也开始袭来。在露营的时候，我一天的开销大概就是营地费20块或25块，再加上一点点的食物钱。但是回到城市之后呢，我住在青年旅馆，一个晚上就要40几块。这还不包括吃饭、交通这些额外的开销，所以我现在就有一个压力推着我面临一连串必须做的决定。我该租房子吗？可是我在布里斯本租下去就会被绑在这边好几个月，日常开销也会飙升，我就不能自由的去其他地方。我该开始找工作吗？可是我一旦找了工作，又会失去专注在我目标上的时间。要是我当初继续我的僧侣模式就好了，可以把我自己想做的事完成。我脑中开始出现这些杂乱的想法。我现在没有工作，也没有固定的收入。虽然之前农场工作存下来的钱还可以支持我好几个月，但是我每天看着我的钱在减少，而我又没有一些产出，这种感觉蛮不好受的。在跟别人社交的时候，你会需要跟别人介绍你自己在做什么，而每当这种时候，我就会有点像个空壳的感觉。在没有工作定义你的身份的时候，你的自我认同完全是取决于你有没有在完成自己的目标上。而我自己的自媒体，因为之前的农场工作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认真的经营了。如果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目标好好完成，那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底层的无业游民。最后，在犹豫中挣扎了几天之后，我做了一个折中的决定。我找了布里斯本附近一个比较便宜的露营场地，
一天大概是20块澳币，然后我定了大概2个礼拜的时间。我打算把这个当做一个缓冲期，这样我可以住在这个营地，然后每个礼拜去参加这个活动，来观察看看我的感受会不会改变，搞不好只是第一次体验不太好。同时我的生活开销也不会太高，我也可以在这2个礼拜持续的专注在我的自媒体还有写程式上面。有了明确的计划之后呢，我的心态就稳定了不少，而且我也发现城市的压力反而把我的生产力给逼了出来。因为每浪费1天你没有做事，就等于在浪费昂贵的住宿费。这个想法一直在我脑中回荡，反而让我更加专注。搬进旅馆当周的周6，我就把9月的自营月刊剪辑完成了。那周日我就直接开始写10月的月刊文案。这时候10月都还没结束呢，我就开始写了。我的自媒体进度总算回到了轨道上。同时我也开始动手开发我一直想要做的语言学习的一个套件。果然你一开始认真做事之后呢，心里就踏实多了，感觉今天没有白活，自信也就慢慢回来了。这个月我学到的一件事是，或许根本没有所谓正确的选择。如果我当时选择坚持僧侣模式，不回来布里斯本，也许我可以更专心的完成更多的工作。但我也会错过这次的经验，错过这些我经历的思考。最重要的不是选择本身，而是选择之后你愿不愿意为它负责。计划被打乱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停在原地什么都不做。至于我最后到底会留在布里斯本，还是继续往南下去墨尔本，下个月应该就会有答案了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，告诉我你的想法。那我们就下个月的自营月刊再见啦，拜拜。